昨天的视频里，好像还有朋友看不懂中国打琉球牌的意义。那阿甘再炒个回锅肉。波茨坦公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日本只有本土4岛的主权，必须放弃其他岛屿。鬼子理论上根本没有琉球的主权，但日本事实占有了琉球，行使了管理权。中国过去隐而不发，是因为咱没改变地缘政治的实力。现在中国名正言顺地要求按照波茨坦公告恢复东亚地区的地缘态势。如果美日承认波茨坦公告，让琉球恢复联合国托管，让美军基地撤离，让日本势力撤出琉球，那么未来不管是琉球独立，还是公投并入日本或者中国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说明中国彻底崛起。美国势力撤出第1甚至第2岛链，中国可能没赢，但美日输大了。而且针对未来的琉球公投，都只是中美继续博弈的战场而已。日本人和琉球人根本没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比如所谓公投是琉球人在独立、并入日本、并入中国3个选项，但其实中国是有能力撤销并入日本这个公投选项的，也就是琉球要么独立，要么并入中国。鬼子所谓做手脚，在绝对实力面前屁都不是。如果美日不承认波茨坦公告，不承认2战后形成的东亚形势，那就好办了。这其实是中国真正想要的。波茨坦公告怎么形成的？打出来的，再打一次，用北海道公告代替波茨坦公告不就好了？这次死的定不是琉球人，也不是中国人。比如咱们直接发动武统湾湾，然后宣布封锁湾湾海峡，日韩就成了事实上的孤岛。到时候就不是日本嘴上喊湾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而是 PIA 逼日本参战，湾湾就为一点打圆的点，真正的主战场就变成了鬼子本土。那战后鬼子还剩几个岛就不好说了。你看这次打琉球牌，美国回应过吗？他不能回应，必须装没听见。